这个老人决定自杀，他扎好领带，抹好香香，穿上最爱的西装，独自走向了客厅。他拿起心爱妻子的照片，放在了窗台的边边，轻轻地抚摸，踩上放好的椅子，然后套上绳索，终于可以了。可正准备踢开椅子时，外面却传来了嘈杂的声音。老人伸头一看，是载满货物的汽车，他生气地解开绳索。老人斥责他们这里不允许开车，但新来的邻居还不懂这里的规矩，老人无奈只好帮忙指挥，但太笨的司机又撞到了信箱。气愤的老人坐进了汽车，完美的教科书式倒车入库，潇洒的下车走人，回房继续自杀。整理好自己的发型，再次套上绳索，但邻居们在门口聚集，还有小女孩来到窗前，他连忙收好绳索，怕吓到孩子。自杀计划又失败了。夜晚，邻居在大声的庆祝搬到新家。他叫欧维，是一个严谨固执的北欧男人。别人跟他打招呼，他却告诉人家别吵吵。半年前，他最爱的妻子离世，而最近工作一辈子的单位也将他辞退，生活了无牵挂，因此决定去死。第二天，他提前拉好窗帘，再次踩上椅子，套上挂好的绳索。忽然，欧维不想搭理，紧闭双眼要踢开椅子，可是门铃不停地响起。他气愤地打开门，原来是邻居家的小女孩，于是只好收回怨气。新邻居也赶了过来，给他送吃的，想要借梯子。欧维无奈借给了他，顺便赠送一个扳手。这时，一个邻家老妇人请求帮忙修下暖气。听到这儿的欧维，感觉所有人好像都在阻止他自杀，于是他怒了。欧维回到房间，看着爱人的照片，闻着熟悉的味道，似乎妻子就在眼前。他下定决心，再次套上绳索，奋力踢开了椅子。曾经的过往开始一点点回放。小时候的欧维就失去了母亲，从此与父亲相依为命。一次在铁轨上，后面火车赶来，父亲连忙大叫，而小欧维不慌不忙的神机走位躲开了火车。这是他印象中父亲第一次抱起他。虽然正直的父亲不爱说话，但偶尔也会模仿阿里的蝴蝶步伐逗他开心。慢慢的，小欧维长大了，把成绩单拿给父亲看。曾沉默寡言的父亲骄傲的四处炫耀。忽然一辆火车将他压过。老人从自杀中醒来，因为上吊的绳索断了。他拿绳子来到超市，说看看你卖的什么垃圾。可当柜员问他用来做什么时，欧维却说不出口。他带着鲜花来到妻子的墓地，弯下腰，轻轻擦拭着上面的灰尘。回到家，看到路人抱着狗狗，正在用石头砸着流浪猫，他大声的呵斥。他驱赶猫咪，说这是私人领地，可转眼就拿出一盒吃的。等再次来到墓地前，身边多了个小猫咪。欧维想了想，决定继续自杀。他来到好友家拿回水管，顺便帮忙修理好暖气。他跟老友说出了心里话：这个世界变了，人心难测，好在自己就要离开了。这时老妇人拿着水管走来，说别看我老公不能动，但他什么都能听懂。欧维愣了，准备离开，可老友却抓住了水管，这是来自好友的劝阻，而欧维不顾阻拦，回到家准备第5次自杀。水管固定好尾气，他吹着口哨，无比的自在，贴好密闭封条，启动汽车，尾气进入了车内。曾经过往在眼前闪过，一个强拆的白衬衫官员，由于欧维不肯搬家，便把他的房子烧了，只剩下一片空荡荡的废墟。无处可去的欧维只好睡在了火车上。生活像一场玩笑，但在他最低谷的时候，一个穿着红色高跟鞋的女人出现了。她留着短发，涂着浑唇，有着蓝蓝的眼睛。女人帮他补了车票，临别时还不忘提醒他拿背包。欧维知道自己的天使可能降临了，于是每天坐过来走回去，足足3个礼拜，终于再次见到他。这是欧维第1次约会。女人问他怎么不吃东西，欧维说在家吃过了。女人又问他约会前为什么要在家里吃，欧维想了想，原来他太穷了，只够付1个人的餐费。他向女人坦白自己的家被烧毁了，身无分文，一无所有。自卑的欧维决定离开。女人看着他站起了身。忽然传来的敲门声打破了他的回忆。欧维打开车库，是邻居。原来她的老公摔伤了，希望欧维帮忙送自己和2个女儿去医院。他同意了，而自杀则再一次的失败了。邻居独自走进病房，欧维无奈，只好帮忙照看2个小女孩，还讲着童话故事，逗得他们哈哈大笑。回去后，欧维本想冷酷离开，可2个小女孩却跑过来抱了抱他，感谢他的陪伴。今天欧维又没死成。
第二天，他来到车站，可还没等动手，一个小伙子就赶在了他的前面。围观的路人都在冷漠地拍照，只有年迈的欧维跳下去将他救下，但他没有回来，而是独自站在了中央。是时候了，可以了。可当他回过头，似乎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，也回想起父亲曾叮嘱过他要远离火车，但父亲也正是这样离开了人世。在最后一刻，欧维离开了铁轨，自杀计划又泡汤了。回去后，面冷心热的欧维开始帮忙教女邻居开车，在休息时，他聊起了曾经的往事。禁止行驶的街道上出现一辆摩托车，欧维和邻居在后面一路的追赶，就这样两人成为了最好的朋友。对方结婚，互相送去祝福，但慢慢的隔阂出现了，起因竟是一辆车。因为各自的信仰不同，欧维开着萨布，而好友却是一辆沃尔沃。多年以后，欧维决定放下过去。老友说，我们一直都是朋友。可当看到他开出新车的时候，欧维气愤的离开了。之前不能接受沃尔沃，终于能够接受时，你却又换了宝马，一个字，渣男。回到家后，女邻居请她帮忙带孩子，听小女孩说她的爸爸不会装洗碗机，于是顺手帮忙将它装好。夜晚，猫咪也睡到她的身边，十分的温暖。这天，欧维再次看到经常挑衅他的白衬衫，这个小胡子是个小官员，他嘲讽欧维固执古板，说你的妻子离世了，你也就是个疯子。欧维气得不知所措，他崩溃了，他冲回家门，再次的封闭自己。这一次，他哭了。为什么一辈子认认真真的生活，可是最后生活却让他想死？恍惚间又看到了心爱的妻子，欧维笑了。他拿出仓库的猎枪，可刚准备好，看到床上的小猫咪，欧维打开了收音机，怕吓到它，然后用透明塑料布围上，怕鲜血弄得哪里都是。他用猎枪对准自己的头顶。欧维愤怒地冲向门口，门外是妻子生前的学生，因为被家里赶了出来，请求他能够收留。欧维虽然骂骂咧咧，但心善的他还是收留了男孩。第二天，男孩做了早餐，还给猫咪准备了吃的。这是欧维半年来第一次跟人吃早饭。欧维出门巡查，男孩一同前往，邻居的小胖子也跟了上来，连猫咪都没有落下。队伍越来越壮大，可当他从小胖子口中得知曾经的好友中风，现在要被强制送到疗养院，而欧洲的一些疗养院都是打着幌子骗取钱财。欧维很生气，虽然信仰不同，但还是要帮助好友。他给各种机构打电话，然而即便上诉也没有得到解决。就在快要放弃的时候，女邻居问他为什么不找人帮忙，没有人能够独自承担一切的。欧维听到后低下了头，说出了内心中最痛苦的一段记忆。那一年，妻子怀孕了，两人开心的旅游庆祝，但回家的路上却出现了意外。幸运的是，妻子活了下来；不幸的是，孩子没了。妻子也再也无法站起，但她很坚强，努力学习当一名老师。但当时的学校还没有轮椅通道，欧维找各种渠道维权，甚至起诉，想得到正义。最后，在他自己的努力下，成功解决了问题。但分给妻子的班级是最差的，没人愿意教的一个班。而妻子真的是好老师，能把问题少年培养成厉害的有为青年。他就像丢掉翅膀的天使，降临在了人间，帮助了很多人。后来癌症去世，只剩下了欧维孤身一人。心中想到坚强的妻子，欧维决定像年轻时一样战斗。第二天，白衬衫小胡子又来了，准备带走中风的好友。这时，一个记者出现，这是欧维找来的。记者说他有腐败的证据，小胡子一听当场怂了。这一次，欧维赢了，但他不是一个人，身边还有着一群朋友。他不再自寻短见，而是好好的活着。看着邻居家的宝宝出生，欧维像爷爷一样抱住婴儿，因为他毕生的遗憾是没有一个孩子。春去冬来，外面飘起了大雪。清晨，女邻居发现欧维竟然没有清理，她连忙拉起丈夫冲进了他的家。果然，欧维熟睡在床上，但这一次他是得偿所愿，安稳的与世长眠。欧维仿佛来到了天堂，他缓缓睁开眼睛，面前是熟悉的画面。他慢慢的起身，发现对面坐着的正是他一生挚爱的美丽女人。